2025年2月25至26日，我前往推田食品厂，跟未来的新闻里写的一样，这里发生命案，宁灯泡也暴露了。于是我炸掉推田食品厂，掩盖痕迹。我还利用死者安文哲的尸体实验了一下定向重生的技术，确保技术成功，我才能让弟弟妹妹们过来。2025年3月14至15日，我得到任维善的行踪，他会出现在海盗公馆。由于之前我撬走任维善大量客户，他一直在调查我，造成不少麻烦。为了永绝后患，我决定在这里炸死他和他的组织成员们。没想到贺楚平提前下手，帮我干掉了任维善。2025年3月16日，我也终于查到晕倒的位置，在任维善的残余势力即将转移晕倒之前，及时救回了赫米巴。2025年4月1日，弟弟妹妹们要的身体终于集齐，我决定在这一天让5个亲人重生过来。我让推太爷把古德福赫、金沟拜偶的尸体，一具跟白蛇长相相似的帅气逼人的尸体，以及一具勇敢的女尸和一具可爱的女尸，都送到我在推土村建立的总部里。然后我联系弟弟妹妹们，让他们做好重生的准备。5个人的定向重生比较复杂，稍有不慎就可能传错。但我最近有点太忙了，晕头转向的还是搞错了2个人。二妹金蛇重生成了金沟拜偶，大妹巴蛇则重生成了巴特弗莱。家人们都很崩溃，我只能先安抚他们。现在的技术暂时无法让他们换身体，我再研究研究吧。2025年4月2日，推太也意外见到了复活的古德福赫、金沟拜偶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搪塞他说，古德家族有复活的秘术。于是推太也请求我帮他复活死去的妻子小尼，并表示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。2025年4月3日，给意识换身体的技术研究的差不多了，但保险起见，还是得先试验一下。正好推太也一直在催我复活他的妻子，可以借此机会进行测试。我先用定向重生，让一个未来人的意识重生到推太也妻子身体上，然后用转移技术将其跟活人意识进行调换。然而这次测试失败了，推太也妻子意识受损，变得疯疯癫癫。为了跟推太也有个交代，我谎称自己所掌握的古德家族复活秘术可能不完整，还好他没起疑心，反而非常感激我真的能复活他妻子。之后推太也就带妻子回古德豪斯了。虽然他妻子身体里的意识是组织成员，但他已经疯了，应该不会泄露信息。之后我会继续改良意识转换技术。2025年4月4日，弟弟妹妹们看到了我的新重生计划，得知我要杀死整个推氏的人后，产生了退意。这里的生活太舒适了，竟然让他们忘记我们曾经的贫瘠与苦难。而且只有我的女儿彻底失去了生命，赫和巴的女儿还活得好好的，他们根本无法跟我感同身受。但我对弟弟妹妹一向宽容，毕竟他们是我最后的亲人，就当他们是在闹脾气吧。关几天应该就能理解哥哥我的心情了。2025年4月6日，我给他们用了肆无忌惮，想让他们忘记我杀人的事。只要他们忘记我的计划，忘记我们吵过架，一家人就还能和和美美的生活在一起。但就在这一天，巴、赫、金、白、月竟然逃走了。不过他们已经吸入失忆烟雾，就算出去也会失忆或者记忆混乱，根本无法泄露我的计划。我一边派人寻找他们，一边继续着我的计划。2025年4月22日，我调查到，害死我女儿的那对父母的真实身份是推百亿影视公司的2个员工。他最近在推百亿影视公司进行电影的筹备，于是我让推太也去那里放炸弹，我要把他们炸死。但2025年4月23日，我在监控里发现，员工竟然将女儿的遗物当成装饰，摆在了她的工位上。我来到推百亿影视公司，拿走了女儿留下的建筑模型，上面还有她留给我的那句约定，但我们再也无法兑现约定了。
离开推百亿影视公司时，我被5个演员注意到了，不过他们并不认识我，应该没问题。2025年5月1日，一个刚重生过来的组织成员告诉我，特移局监测到我要制造大规模的杀戮，派出6个推探：白宇、迪丽热巴、金靖、刘宇宁、张凌赫、周柯宇。2125年的他们会重生到2025年5月10日他们自己身体上，来阻止我的计划。特移局改良了重生技术，让未来人能短暂重生到活人的身体上，但刚重生的40小时内，未来人的意识会处于失忆状态，以为自己是身体原本的身份。我调查得知，5月10日这几个人会聚集在开推农场团建，我打算在那里也安装炸弹，直接炸死他们，看他们怎么来阻止我。保险起见，我同时放置了失忆气体，这种气体能直接影响基因，致使附着在基因里的意识失忆。万一他们没被炸死，或者再次进行重生，也会忘记一切，无法阻止我。2025年5月9日凌晨3点，逃走的月蛇回到了大本营，想阻止我的计划。为了不让他继续碍事，我决定把他的意识先送回2125年，等计划完成后再让他重生过来。月蛇的意识离开后，月亮之上就变回了尸体。2025年5月9日5点20分，我收到一张纸条，是金蛇给我的，说他想起来了，要约我去古德豪斯见面。2025年5月9日5点30分，我来到古德豪斯，见到了金蛇，他让我跟他去房间详谈。进入房间后，他想说服让我放弃计划，我们吵了起来。我一怒之下准备强行把他抓回总部，争执中，金蛇用一把刀捅向我。弥留之际，我发现自己口袋里装着可以转移意识的仪器。为了给巴金调换身体而完善的意识转移技术，竟然在关键时刻可以救我自己。果然，只要关心家人，就会有福报。虽然家人们要动手杀了我，我还是决定再原谅他们一次。不过不能让他们在外面一直捣乱。我想到了一个计划。2025年5月9日5点45分，金蛇已经离开几分钟了。我知道这具身体已经活不久了。于是我在手机里留下信息，并嘱咐小弟布置好祠堂。静心事后，将自己的意识一分为2，分别转移到了祠堂的2个纸人身上。贺、金、白、巴、宁、柯6个人会在计划书的指引下进入祠堂，然后每人拿1个纸人进入静心室。我已经提前在拥有我意识的2个纸人身上放置了仪器。拿了这2个特殊纸人的人触碰到仪器时，我的意识就可以趁机转移到这2个人体内，控制这2个人后，我就可以混入他们之中，一边阻止他们破坏我的计划，一边找机会再把他们都关起来。这是多么有趣的家庭游戏呀！2025年5月10日白天，我的意识成功转移，压制了白宇、张凌赫的意识，并获得他们的记忆。看到记忆里的推眼睛后，我立马意识到6个推探重生到了我的亲人们的身体上，导致我的亲人们的意识被压制沉睡。现在亲人的意识还在身体里，我不能用杀死身体的方式除掉推探，否则亲人也会死。只能先混在他们之中，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。